就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、现房需求强烈升温的当口，中国房地产报5月18号突然刊出一篇标题为从目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看，全面推行现房销售时机不成熟的文章，引爆市场震动。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评论文章，它来自中国住房和城市建设部直属媒体，是国家层面引导房地产政策与市场风向的喉舌。长期以来，该报发出的每一则信号都被视为官方定调的前奏，这一次它却突然转向，踩下了现房销售这根市场救命绳索的刹车。就在这则报道发出前后，一段段房奴痛哭断供、维权业主被捕的影片正在海外社交平台疯传。四川渠县碧桂园逾期交房满1年，业主上门要说法，竟遭警察带走。一位年轻女子在镜头前声泪俱下：去年夏天的生意不好，资金链断了，我才发现这3年月供一共还了21万，北京才还了4万多，剩下的都是利息。法院又给我起诉了，我房子被查封，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，现在就是微信支付宝里拿10几块钱也不放过，最后还欠了10几万的额外的费用。我真的后悔买房了。现房不是需求强烈吗？为什么政府突然喊停？是为了防风险，还是为了护利益？纽约时报曾报道指出，买了期房的人掏空了积蓄，房子却烂尾了，家没有了，到头来做了一场噩梦。后来人们学聪明了，纷纷涌向现房。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，2024年1至5月，期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31%， 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3%。 当年前5个月，现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超过30%。现房不是很好吗？中指研究院的监测表明，中国不是已有30多个省市开始搞现房销售试点了吗？合肥、郑州、长沙这些城市不是都明确标注了一些现房销售试点的项目吗？官媒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改了风向，说时机不成熟呢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一位从珠海来到海外的女士，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诫想买房的朋友们。她在前几年买了一个期房，当时是130万，付了差不多50万现金，房子因地基下面有巨大的石块，开发商说是不可抗力，房子盖不起来，就变成烂尾。烂尾以后，这位女士开始了很长时间的维权，希望把钱拿回来。幸好开发商还有其他地盘，最后以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房子转到她名下，她拿不到钱，只好卖房，经历了一番周折，才把当时卖房的现金折算回来。他说，在中国买期房有很多的坑，很多风险，这些都是事先不知道的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个非常痛苦的境地。消费者想躲开烂尾买现房，开发商可就不那么开心了，这会增加他们现金流的压力。期房预售可以让他们在项目完工前就拿回现金，他们可以投入新的购地和新的楼盘，可以钱滚钱，笑着数钱。地产商赚钱，政府赚的比他们还多。有名的地产大佬任志强以前说过，政府拿走了中国房价的 70%， 政府拿大头，地产商拿小头，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中的利益分配。现在房地产的繁荣景象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，可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变化。尽管房地产早已是日落西山，可中间的油水还是很足的。据纽约时报5月14号报道，北京尽管这些年来大力投资先进科技，可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只有 6% 左右，
房地产占比可就大多了。就算是泡沫破裂，房地产的 GDP 占比仍有 17%。可现在的情况是，一向拿小头的地产商一个个负债累累。据中国房地产报记者统计，剔除中国恒大，销售额头50的上市房企2024年总负债 13.67 万亿元。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碧桂园深陷严重的财务危机，到2024年年底，总负债高达2535亿元人民币，公司亏损持续扩大。在5月9号碧桂园的每月管理会议上，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惠妍在会中表态，要砸锅卖铁保交房。保交房指的就是已经卖出去的期房。碧桂园杨惠妍的这种表态看似决心很大，可却让人直冒冷汗。碧桂园都要砸锅卖铁了，其他房企的情况更是糟糕。华夏幸福5月16号晚上发布的债务重组进展公告显示，直到2025年4月30号，总额2192亿人民币的金融债务，大约有1922亿完成重组，但仍有巨额未偿债务。截至当日累计违约金额230多亿。房地产优等生万科目前只能靠输血活命，1年之内深铁4度为万科救急，累计输血近120亿。5月14号晚，万科发布公告说，第一大股东深圳市计划向万科提供股东借款 15.52 亿，帮助万科偿还公开市场发行债券的本金与利息。这是今年深铁集团第4次公开借款支援万科偿债。此前，深铁分别于2月10号、21号和4月29号向万科提供了28亿、42亿及33亿借款偿还债务，累计118.52亿元。深圳国资对万科确实花费不少。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糟糕处境可见一斑，显示拿小头的他们都活得很艰难，这自然影响到拿大头的政府了。官方的中国房地产报就开始引导风向了。官媒先说了房地产企业难处，如2024年上市房企整体销售毛利只有 14.6%， 销售净利润为 -8.31%， 资本回报率为 0.2233%， 都处在历史最低水平。而2024年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为 75.4%。如果过快推行现房销售，可能导致房企现金流枯竭。然后又说了政府的难处，说现房销售对土地市场会产生一定影响，这会让土地出让门槛抬高，房企拿地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加，影响到土地市场复苏。官媒举例说，海南2020年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后，土地成交面积锐减 54%。 杭州2021年推出的10宗现房销售地块中，9宗因房企资金压力流拍，最终政策被迫搁置。官媒的结论是，现房销售是一项涉及金融、土地、行业生态的系统工程，全面推行不可操之过急，更不能搞一刀切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，这个跟政府相关联的跟媒体怎么讲话呢？实际上还是在作为政府的帮凶，还在继续欺骗百姓，割老百姓的韭菜。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不能卖现房，卖现房的话，这个土地卖不出去了，这样就影响到他们把土地的变成了政府财政的收入。他根本就没有去想一想老百姓的买房子人社会大众的利益，尤其在中国现在烂尾房这么多，数以百万计的人，他们是在付房贷，但是呢没有拿到房子，下面一些期房会变成烂尾，他们还要继续为房贷在付钱。这种是世所罕见的事，在世界历史上世界各国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。这样的盘剥百姓，在欺负百姓，割老百姓韭菜的时候呢，中国的政府喉舌呢还在继续的鼓吹要买这种期房，这个非常不道德，
这个时候呢，中共政府呢还是在考虑他们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，而无视百姓的要求，这个非常恶劣。我觉得这也显示出呢，中国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那个状况呢是越来越危机，因为他们呢完全不顾吃相，赤裸裸的要割韭菜。要在正常国家的话呢，你买现房和买期房其实都是没什么关系的。像在美国买新房，经常都是选的地块，大概4-5个月以后才交房。因为交房了以后，你完全完成了，你才开始过户，然后开始付房贷。中国不是，中国从香港引入期房这个制度、卖楼花的制度以后呢，它就彻底的变异了。结果呢，就是这些房地产开发商、土地开发商和这些银行、中共政府呢合谋在欺骗中国老百姓，买的期房成了那个烂尾。而这个时候呢，老百姓欲哭无门呢，欲诉为无门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些开发商跟政府跟银行，他们都是沆瀣一气，都是勾结在一起的，那没有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。这么多这样的恶劣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那么还是欺骗百姓去购买这种期房。我相信这个骗局现在是很难骗得下去。在经济不断下滑的今天，中国政府的吃相是不是很难看？你对买现房还是买期房又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